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下周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那么，周二有这跟制造业，对吧，相关的一些 PMI 数据，还有跟这个服务业。周三一个原油数据，周四一个跟就业相关的。但是刚刚过去的这周，最重要的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已经结束了，还是维持不变。最重要，他们也讲了，就是在打记者会上，因为现在最重要的还是美国、以色列、伊朗的这个战事还没有结束。那么对原油，尤其是对原油的这个价格影响，现在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助长通胀，对吧？那么现在他们给出的预期是2026年还是有可能会降一次息，现在是有这么个预期。那么至于什么时候降，然后2027年怎样，我们还要继续跟踪。那么其实下周经济数据方面影响对市场的影响比较小，那么更重要的还是美国、以色列、伊朗的这个战事。但是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五的盘后，就是3月20号盘后，这个特朗普在他自己的这个媒体上 Truth Social 上发了一个推文，这是在周五盘后发的。那么推文的大概意思，我用这个给大概翻译了一下，然后我们简单看一下。随着我们考虑逐步减少在中东针对伊朗恐怖政权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我们的目标已经接近实现了，对吧？5个目标，一是彻底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发射装置以及所有相关的设备，这是他们的有一个第一个目标。二是摧毁伊朗的国防工业基础。三，消灭伊朗的海军和空军，包括防空武器。四，绝不允许伊朗拥有任何接近核能力的条件，并确保美国始终处于能迅速有力地应对此类情况的位置。五，在最高层面上保护我们的中东盟友，包括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等，对吧？但是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守卫和巡逻将由其他使用该海峡的国家根据需要进行，美国不会参与，因为特朗普一直说他们不需要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安全，因为使用这个海峡更多的是谁呢？日本、韩国、中国，对吧？他觉得这些国家才应该来维护这个海峡的安全，因为美国不需要这个海峡，我们自己是一个最大的生产石油国，我们的油那个有充足的石油供应，对吧？他们没必要，我们不需要这个海峡的安全，这是特朗普的一套理论。但是更重要的来说，对他们来说，这将是一次轻松的军事行动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那么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推文呢，是不是大家市场上都在等待的这个 taco 呢？那么等待周一开盘，还有这个继续拭目以待吧。因为现在这个战事已经不由美国一个单方面决定了，对吧？因为那个我看我在周末刷的这些文章这些消息的话，还在攻击以色列跟伊朗还在打。那么美国是停了或者逐步减少，那以色列呢？对吧？这个还不知道。你以色列、美国停了，但是伊朗停不停还是另外一回事儿，对吧？所以现在这个战事要停下来，不单单取决于伊朗和以色列，所以说是比较复杂的。那么，但是呢，现在市场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能够停的话，或者说美国停下来，以色列跟伊朗在打，那么可能市场慢慢能够消化这个东西，对市场的影响没有那么大的话，市场可能更加会关注于美联储的一些政策，通胀啊，降不降息啊，是不是还要加息呀，对吧？或者说这个公司的财报怎么情况，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更多的回到市场本身来，而不是说更多的在地缘政治上。所以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快速过去。那具体怎样的话，我们还需要具体的跟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分析的这个品种，先看一下这个标普。那么这个标普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大周期。月线上，我们之前上周做周末复盘的时候说过了，这个月线的顶分型已经出现，然后顶分型出现之后，我们要关注它是不是要回落一笔。如果说要回落一笔的话，是不是要碰到前面的4818？如果说碰不到的话，那就还是一个浪形的一个上涨，从这个666.79一个起涨，1、2、3、4、5、6、7、8，
只是第8浪或第8笔，还可以有9。如果说走的比较深，那就碰到这个的话，那就构成中枢了，对吧？构成中枢之后，可能继续上，是不是要继续上？因为下面这个大中枢，这个中枢不是月线本级别中枢，就是说，我所谓的某一个周期本级别中枢，意味着它的构成是由线段构成的。比如说我们这是3笔构成线段，那么都是由线段构成的中枢，是这样的中枢。这个由红颜色构成的这个区间，就是这个周期本级别中枢。那么下面这个就是这个大中枢，就是月线本级别中枢。那么如果说它这2次回撤碰到了这个4818的话，这个中枢跟下面这中枢比较级别低的，这个2次回落还是3买，还是下面这个大中枢的3买，所以说这个级别上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如果说真的要回那么深的话，我们可以测一下，它必须要砸到0.618，这个0.618都碰不到，因为0.618是在4832，必须跌破0.618才能碰到4818，这个就很深了，对吧？如果说真要回到这么深的话，那需要美国的经济或者地缘政治更加恶化，甚至是什么第3次世界大战呢，对吧？才有可能促使美国这个标普指数走这么深。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一点点跟，所以说具体到哪儿我们不知道。现在只是出了一个月线顶分型，需要警惕一下，还是说，上次在这里也出现过一次月线顶分型，然后这是因为这个川普搞这个贸易战，对吧？但是 Taco 之后又一个继续上涨，这一次会不会也是同样的出现这种情况继续上涨呢？我们不知道，需要我们继续跟踪，所以说我们需要看一下它的小周期。那么周线上这个结构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从起涨点3491，A 中枢、B 中枢，然后针对这个 B 中枢，现在是出现了一个有效一笔回落了。我们现在一直跟踪的就是这笔回落什么时候结束，还是说能够给一个3买？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黄金分割，把这2个也加上，0.236和0.786也加上，看看现在啊，现在刚好到了0.236了，看到没有？刚好到了0.236了。到了0.236之后，需要出现转折的话，必须要有底分型啊。现在这里底分型还没有出现，就看下周是一个包含关系的这个 K 线，还是说再出来一个新低，然后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 K 线。如果说这2种情况的话，是相对好的。最差的当然是继续延续下跌了，甚至是砸到0.382去，对吧？所以说下周当然更强的是直接出现一个底分型，但是这种可能性比较低。虽然说有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特朗普的一个推文，但是这种可能性比较低，大概率的话可能是出现一个包含关系的，在这里先横一横，停一停，然后再来一周，是不是要出现一个底分型，还是说是继续延续下跌？就是说市场也要观望一下嘛，对吧？所以说具体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就是已经到了0.236了，到了0.236之后我们再看，但是最差的就是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那就是继续中枢震荡。对吧？或者说我跌穿这个中枢，直接到200均这里，200周均线，那么一个反弹不回去，然后给一个3卖继续往下走也可以，那就是最差的了。说现在针对这个中枢，它没有出现3买和3卖之前的话，你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中枢震荡就结束了，因为用来判断中枢震荡结束震荡的标准就是出现3买，或者说是出现3卖，但是现在2种都没有。所以就是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跟踪这一段。那么来继续跟踪最后这一笔能否向下延续呢？那需要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了。内部这是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直播中一直说的，现在是3段了，3笔、3段、3浪都可以。那么你也知道，如果说你知道这个波浪理论的话，3浪都是主跌浪，如果说上升的话，那就主升浪，3浪。都是这个利润最丰厚的一段。那么现在这个3浪也是不背驰了，3跟1比较，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不背驰，不背驰的话，那就会继续延续。如果说那个到了某一个位置给你一个4浪反弹，那你要关注这个反弹的位置是不是能够触碰到前面这个1浪的底，触碰不到的话还有5，或者说不出低点的话会给一个2买，然后看它是不是要继续转折向上。对吧？现在我们关注重点就是这个3什么时候结束？
好的，那么这个3，这是我们需要高亮一下，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但是现在看一下裸 K 的话，现在是在这个200天均线之下，这根 K 线是200天均线。我们之前也说过，它这里有一个5天均线。我们看裸 K，现在这个在单边下跌的时候，你可以就盯着5天均线就好了，这是禅师说的。在震荡的时候，这个5天均线不需要看，就是尤其是你看它这个在震荡期间，这就是震荡嘛，你会发现它一会儿在五天均线之下，一会儿在5天均线之上，一会儿下来，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一会儿上去，对吧？所以说你这时候看5天均线没有意义，是在单边情况下你去看5天均线，你会发现它一直被这个5天均线压制着。对吧？想要突破5天均线，全被砸下来了。所以说，想要这个走势，想要这个下跌的趋势出现变化，首先要站上5天均线，就是短期你要得到5天这个五个交易之内买股票的人的一个支撑，他们不卖，他们能拿得住，才有可能继续往上走，对吧？你连5天均线都收复不了的话，你看前面这里，看这里，这也是一直在5天均线之下，非常明显，看到没有？非常明显。然后这是上去了，然后上去了之后，给了大概1周的一个反弹，然后哎又到5天均线下来了，然后又开始尝试收复5天均线，哎失败了，又下来了。然后看这里，这是一个类似一个二买的一个状态嘛，二买状态之后一直在5天均线之上，看到没有？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在5天均线之上，然后这里又做了一次回撤。那么在这个我们缠论里面的话，但是这个回撤是不够一笔的，所以说在次级别有一个回落，就是一个1、2、3、4的回落，然后一个5上去了，然后再次，就这个时候就很难看到强势跌破5天均线，你发现没有？这里直到它都在5天均线之上，然后这里呢没有偏离5天均线很远，继续沿着5天均线往上走，所以你会发现单边强势状态下5天均线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像这种单边情况下，全都在5天均线之上，或者说偶尔能有1、2天在5天均线之下。所以说你要想转强势，必须要站上5天均线。现在这个就被这个5天均线压得死死的。所以说你要想买多或做多的话，就什么时候等它，比如说2、3天都在5天均线上，不要等1天。你像这种，对吧？等个2、3天在5天均线上，你再开始买，再开始尝试做多，可能那个效果更好。就是说你抄底的时候，不是不能抄，而是说等它企稳之后有转折迹象了，你再去进。现在连一点的转折迹象都没有，你去抄底，那你越抄越低呀。相当于你这里抄，哎，弹一下顶到5天均线，继续下，弹一下继续下，就类似一个阴跌状态。这样的话，那你要抄底的话，你必须要兜特别深了，对吧？但是很容易是越抄这个仓位越重，很容易搁在这个最低位。反弹的时候你就可能弹一点你就受不了就跑掉了，这就是最惨的了。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内部结构，我们把这个5天均线给它去掉，这样的话能够图形上能够清晰一点。那么这个高量这段就是在日线上那一笔，那么在1小时上我们看它的结构，这是进入段，然后1次反弹，2次反弹，做了2次确认之后，做了这么一个反向中枢出来了，然后再次离开，打掉前面这个低点之后，又做了1次反弹，给了1次逃命的机会，然后开始离开这个中枢，离开之后又给了一个3脉，然后再次出现低点，对吧？就这么一个结构其实，但是，什么时候是应该转向呢？或者说你开始考虑这个不能够做多，就是这次反弹的时候。尤其是它跌破前面的低点之后，就是这个，这个位置跌破前面6636这个位置之后，然后这个非常弱的反弹你就开始转向了。那个时候我们当时是在日线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等比例的位置，6726应该是6725，可能是这个6725.73，6725.73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然后它当时是跌到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6723，对吧？跌破了6725那个位置之后，给了1次反弹，然后又顶到了6725，看到没有？6725，6725。所以说这次反弹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抽确认，然后又在这个中枢下面，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逃命的机会啊。那么当然了，
你做复盘或者做这个所谓的马后炮，当然知道怎么减，什么位置该减，什么位置该加，什么位置该做多，什么位置该做空，都很简单。但是在当下你做交易的时候，能不能够发现这些位置，能不能够去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操作来，这个其实是考验你的功夫的。那么现在它这个结构正好是出现一个123背驰了，然后川普又发了这么一个推文，周一会不会出现一个反弹呢？我们先看什么呢？有中枢了，既然有中枢了，我们就可以比较进入段跟离开段，对吧？但是呢，这个离开段现在是3笔，这个进入段是1笔。但是如果说你仔细看这个进入段的话，其实它也可以当成3笔，因为这个进入段这里有个大的跳空缺口，其实它也是一个类三段的一个这么一个结构。所以说，因为这个跳空缺口的原因吧，造成这一段这一笔就不够1笔。但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类三段、类线段的这么一个结构。如果说我们这样分析、这样比较的话，我们先比较一下，我们把其他的清一下，先比较一下从6952下跌到这个位置，在6720附近的一个这段的空间，然后比较一下离开这个空间。那么它们是可以比较的，它们这个比较的时候就是一个线段跟线段的比较。我们把这个也清掉。3笔构成线段嘛，所以说两个都是3笔构成线段，哎，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6512，6512到6512跟前面这个6952下来的一个空间是一致的，然后现在在周五又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单 K，类似一个十字星这么一个状态，对吧？象限非常长，然后 K 线实体不太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就多头开始有点发力的状态。如果说下周能够收在6512之上，给你一个反弹，出现底分型，其实这个是可以尝试做多的，这个短线是可以尝试的，也就是说1小时上你是可以尝试做这一笔的。但是呢，就看这一笔的力度。如果说这一笔的力度能够出现一个非常强势的表达，就是什么叫强势表达？这里有一个类中枢了，这是这个高点在哪？6636。强势的话要在6636之上，比如说直接一个跳空高开，直接开在这个上面，那肯定是强势。我们看一下大概有多大空间，1.17%，1.97%。如果说周一开盘就能开在这个6636之上，那肯定是强势的，对吧？那你可以是追的，甚至是去追一下，因为它直接这一笔你就直接可以这个转折了，这里可以断开了，可以走反向了，对吧？如果说真那么强势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中枢的中轨加上，利用这些上轨、中轨、下轨来帮助我们辅助判断这个反弹的力度能有多强。如果说这个能开在中轨位置，那你要小心，它是不是先来一个回落，高开低走，把这个缺口小缺口补上。比如说它开在这个位置，然后把小缺口补上，然后再往上走，那就相对的弱一些。当然最弱的就是一个只开在这个位置，形成了底分型，但是呢，我也往上涨，涨到了中轨这里，甚至是涨到上轨这里，就完蛋了，就完事儿了。那这样其实还是在做中枢，这里做了一个 A 中枢，这里做一个 B 中枢，还可以往下走的，对吧？所以说你利用这个中枢的这个类中枢的位置，上轨、中轨、下轨，来辅助判断它的多的力量，或者说市场所达到共识的力量。因为这个川普的这个推文也好，还是说周末在发生的这些事件，能不能够推动现在市场转向，这就看它所处的位置了。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给到一个大家用来辅助判断下周我们是应该做多，是能够短线做多，还是说是应该有反弹先减仓，防止它再继续下这么一个位置。这就是这个标普。那我们因为下周没有什么重要的公司出财报，我们就看一下现在市场上关注度比较高的、动能比较强的一些公司。先在这之前，我们先说一个这个 SMCI。这是频道里面的朋友留言，想要分析一下这个，对吧？应该这个，如果说你看到周末的这个周五的这个消息的话，应该对这个公司有一些了解。那么这个 SMCI 的话，这公司的这个基础，它是 AI 基础设施核心标的。然后呢，它的主营业务就是提供高性能服务器与存储解决方案。嗯，
它能够快速集成英伟达、英特尔、AMD 的这个最新芯片。它的这个护城河有什么呢？就是这个液冷技术非常牛，它在这个大规模液冷数据中心部署上具有先发优势。它在这个全球的 AI 服务器领域呢，算是比较强的，跟英伟达的关系比较深。它的主要对手就是戴尔，还有这个 HPE，这个惠普的企业那个 HPE Enterprise 那个公司，还有红海也是它的竞争对手。但是它现在，毛利率受压以及供应链透明度就是不够透明，面临着大厂价格战竞争。但是呢，周五之所以出现了一个33%的一个下跌，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高管涉案了，美国司法部起诉了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以及其他两名员工，指控他们这个秘密向中国运送了价值约25亿美元本受制裁限制的英伟达 AI 服务器。这个市场就比较担心了，有可能这公司要面临一个巨额罚款呐、出口禁令啊，甚至失去英伟达的一个核心芯片的一个供应，对吧？那这个事儿就大了。那么英伟达也对这个事件做出了一个官方的回应，主要就是切割嘛，他就强调了英伟达是严格遵守美国商务部的所有出口管制的，并要求他的合作伙伴签署同样的那个合规承诺，对吧？这是英伟达，针对这个 SMCI。但是呢，其实MSCI 它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事儿了，因为它在之前的话，这个它是就是他们公司啊是被这个指控过，当时是在我们看一下图形，应该是这波下来的时候，有过他们的公司的这个会计应该是审计方面出不来财报，或者说这个财报没有公司敢去做审计，这个对市场的一个冲击比较大，造成它的一个有可能要退市的这么一个传闻，当时都是。所以说这一家公司的基本面是有问题的，其实不是最近才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它的整个的这个基本面都有问题，对吧？虽然说前面因为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的原因上涨了一大波，当时非常火热，从30多涨到了122，这是非常火的。但是因为公司基本面出现问题之后，也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基本上。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股票的时候，一定要从基本面、比价关系先筛选一遍，然后呢，这是以一个中长期角度来选择股票，而不是单纯的要做短线，做一个5分钟的一个上下。如果说你是为了练习你的这个技术分析的技术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想长期做的话，一定是先从基本面、比价关系选好了。这个像这种下跌的不是不能买，前提是它的基本面是不能够出现这种问题，对吧？你如果说基本面出现大的问题，你的图形再好，你调整的再深，调整再深也没有用啊，上去还要再下去，这就是我们在说的，单单从技术面选择股票的话是不行的，单单从技术面选择股票是不行的。我们要选的是，打个比方，你要选择这种长期来看，虽然说有短期的回撤，这是打个比方，以这个 Costco 短期有回落，但是长期是向上的才可以。就是说，它在5年、10年、20年的这么一个过程中，这个公司是有短期回落，但是长期来看，它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这公司今天有这个丑闻，明天有那个丑闻，这种公司你是不敢买的，或者说不敢长期拿它的。你可能短期是出现了一些盈利，对吧？但是，你像那个我们这个朋友在那个 Derek 在这个频道里面留言，就说这是一个突然的一个跳空缺口，你跑不了，没有机会让你跑，对吧？那就只能割肉。那这种就是因为基本面出现了问题，这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提示，不要单纯的去，看看这个技术分析的图形，重要的是先从基本面比价关系把关，看看你手里的股票值不值得你长期的5年、10年去做它。但是图形让我们简单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构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月线上的话，
是一个从最高点122.9是一个123，对吧？3笔下来，但是这个第二笔的反弹，我们用的是一个类叫什么模糊的一个交易，或者模糊的一个画法，因为它这个 K 线出现了一个毛刺儿，就是它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它因为它的这个财报出不来，然后后来又出来了，因为有会计公司来接管了，那个审计公司接管了，它出来财报出现这么一个毛刺儿，造成它这个如果说你用高低点来划分的话，是画不出来一笔的，所以我们是画到次高点，画到次高点之后，现在回落也够一笔了，所以它现在是123，但是这个3的话还没有跌破前面的这个低点，目前看。如果说因为这个，如果说美国政府要对他们进行一个处罚的话，那有可能大概率要跌破这个17.25，那可能要去这个2个均线这里，120月均线和200月均线。现在20月均线在15左右，200月均线在9.7块，对吧？这是它，两个下面有可能得到一些支撑的位置，尤其是这个120月均线。你看它前面这里都是在120月均线之上，所以它就是在15左右。到了15左右，看它能不能够弹一下，弹一下之后，是不是要继续下？就这里做一个月线大中枢，那就是说这个下跌要延续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内部结构是不是要延续周线123段，而且3不背驰。这个周线上这个3是走的已经很强了，这里是尝试过，对吧？尝试过在这里横着，但是啪一个大下跌给砸下来了。那么现在是3是不背驰了，3是不背驰的，所以说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3的延伸度，日线。好的，日线上的结构从最高点下来，一个123作为进入段，然后开始震荡做中枢，然后一个离开。那么现在这个离开，如果说只是看现在的这些图形的话，你看这个是短的，跟这个进入段比较，因为现在是一个比对比的一个比较，对吧？因为3笔是构成一个线段，你是不能够从前面最上面这个位置比较的，因为它是级别不同，所以说你只能先从这个价格这个位置53.8这里比较。它我们现在可以测一下，现在是在0.618附近，对吧？这个是短的，但是它没结束，它现在没结束，它需要结束之后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反弹。给你一个反弹，你还要看它是不是回不去，那就是一个3脉，哎，继续跌，甚至是给你一个2买也可以，就不跌破这个低点20.35，给你弹一次，然后继续下，就是 A、B，然后再看它这段结束了，那就可能到我们刚才说那个15那个位置了，也就是说月线这个120月均线在15附近，到了15附近看它能不能够有什么大的动作，对吧？毕竟现在这个事儿还没有一个这个落地，就是它往中国发送这个芯片那个事儿还没有落地呢，所以说具体的影响还有待跟踪。但整体来讲的话，现在你要去做多它的话，就是需要极度小心，或者说用很小的仓位，对吧？可能给你一个底分型了，然后哎弹一下，这个反弹你有能力去做就做，没有能力的话你就不要碰它，甚至是去可以做空它，然后看它再次回落是要给一个2买，还是说出现一个盘整背驰之后，对吧？现在这个片的话，就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一个。但是如果说基本面出现问题的话，那你就每次反弹去做空它也可以，因为它如果说基本面不会出现好转的话，那只会慢慢往下走。好的，针对这个的话，我们就简单说这么多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市场上动能比较强的，或者说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或者说大家经常在频道里面提问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分析一些大家关注度更多的，比如说比特币的话，现在变化也不多。那么比特币整体来讲，周线上我们之前说过，就是这个反弹从这个6万这个反弹呢，现在反弹粗略来画的话是够一笔的，因为这个我们看一下裸 K，这是有包含关系，这有包含关系这4根 K 线。
报完处理之后的话，现在不够一笔反弹，但是说因为它这个级别比较大嘛，是周线，说你当成一笔也没有问题。它如果说够一笔的话，那么这个前面这一笔是不够一笔的，它是有4根 K 线，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三脉，这个形成了一个新的三脉，针对前面这个中枢，它又是一个三脉的位置，对吧？那就相当于从最高点126296下跌，直接到这里，然后形成一个三脉，它还可以再打一个低点，或者说给一个二买，然后弹一下，然后再下来。就这里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中枢，还是说直接给一个123，对吧？但整体来讲的话，如果说真能够再下来的话，那就要去这个200周均线。200周均线现在的价格在5904074，就59000左右。59000刚好是跌破了前面这个60000，就到这个里200均线，对吧？那这样的话出现一个123，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进场做多的位置了。但是整体来讲，对比特币的话，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美国政府对比特币的态度，还有一些法规，并没有出来更多利好比特币这个整个或虚拟币整个行业的一些法规没出来。因为之前特朗普上台之前的话，许诺了很多东西，造成它出现了一波大涨。但是上台之后，这出来的这些法案并没有有效的推动这些机构更多的购买比特币，对吧？因为想要往上拉升的话，机构是主力呀，散户是不行的。散户是坐轿子的，抬轿子的是主力，是这些机构，他们不买的话，这个上不去。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如果说真能够给你，但是图形上的话，真能给你一个123的话，那这个位置是可以尝试买的，对吧？但是呢，这段看它能不能再往上穿一穿呢？就是说从这个60000这个位置，我们现在就关注60000右侧这一点儿。那么在日线上，这是一个123了，已经123，对吧？但是现在也是拉到0轴以上了。如果说这里能够再蹲一下，或者说出现一次有效回落，现在还不够，现在还不够一笔回落。如果说出现一个有效回落的话，那是有希望做一个中枢的。做一个中枢出来之后，看它能不能够再上去一笔，那就有希望去冲到这个120日均线或者说200天均线，因为这样的话就会让它的结构更饱满了，有进入段，有中枢，有离开，以这种方式构成那个周线那个大三脉。现在只是一个3根 K 线构成一个线段，这就比较单薄，相对比较单薄。一般都是2次回撤，然后再弹一下，也构成这种结构，然后结束往下走。所以就看现在能不能够出现一个有效的这个中枢之后，给你一个结构买点，看它能不能往上去。因为现在已经拉到0轴以上了。如果说有效回落的话，哎，又不能够跌破618，或者说跌破它也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太深，就不要去它附近，不要去60000附近。如果说跌破了65618，哎，能够在这里企稳的话，也没有问题。然后你去看一下这段的内部结构，对吧？内部有2个小中枢，哎，可以尝试做一下多，必须要快速拉上去。如果说只是一个哎拉到这个中枢上面了，那可能要在这里继续震，对吧？然后看它什么时候选。所以说它如果说有能回来的话，想做多的话也是可以去尝试做一下的。这个因为它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再次冲一冲，对吧？毕竟现在但是呢，现在比特币所谓的很多最开始给它一个定性或者一个属性叫 digital gold 数字黄金，但是比特币在这个战争期间也好，还是在很多重大事件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来这个避险的一个属性啊，反而黄金的表现非常好。所以说它现在跟股票的波动差不多，股票涨，它涨，股票也涨，或者说股票涨它也涨，基本上就是一个股票的一个属性。它的避险属性现在没看到。那么这就是比特币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我们再往下看一看其他的。现在，我们先看一些个平时不太说的这个 DXY，也就是美元指数。为什么要看一下这个呢？因为最近这个黄金也好，白银也好，跌的比较厉害，是为很多人可能比较奇怪，说，哎呀，打仗了，按理说黄金应该涨啊，这个有黄金有避险属性的，为什么黄金也跌呢？之所以黄金跌也好，白银跌也好，主要就是美元指数在涨，因为这些大宗商品，黄金、白银都是以美元计价的，对吧？那美元涨了，那自然而然的，你其他计价的东西它就便宜了嘛，所以说它就跌了。
所以说这是这个因为美元指数在涨，但是呢，特朗普上台以后啊，他期许的美元其实是一个弱势美元，因为一个弱势美元更有力的能够促进它的出口，所以他是不希望美元涨的，或者说他是不希望美元强势的。那么现在因为这个战争的原因，造成了美元现在最近特别强，但是它又回到了这个大的箱体这里，看到没有？这里有个大箱体，我们看一下周线上的话可能会更清楚。周线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箱体或者一个中枢，大概是在96到100之间。我觉得呀，个人觉得这个100这个位置也是一个整数关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整数关口，已经好几次在这里了。那么想要突破这个，我觉得特朗普也不愿意，因为你做了那么多努力，又是去让其他国家升值，货币升值，又是要这样那样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美元弱势嘛，对吧？你现在继续强势上去，相当于对它的出口是不利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尤其特朗普才上台1年，还有3年的时间呢，你觉得他可能会让美元长期维持在100以上吗？对吧？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里个100是很难有效站得上去。这个位置更可能是在继续这个，要么是继续这个箱体震荡，要么是继续这个大的箱体震荡，要么就是可能要跌破一下。如果说再打一个离开，这有进入离开，看看是不是要走一个趋势下，还是说要继续往下走的话，对吧？还是说有走一个盘整下，对吧？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再回来到这个位置，然后再继续震。但是不管怎么样吧，现在这个96到100附近的这个100，这个区间震荡现在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个人觉得有效站上100，可能再往上冲一冲，这有一个120天的话在102，或者是200天在103，就撑死到这个位置吧。真能再往上涨一涨的话，也就是在这儿，然后再继续回来，甚至继续往下走。所以说，如果说美元开始慢慢走弱的话，那么黄金、白银可能就有一些新的表现了。所以个人来讲，呃，美元已经到了基本上一个尾段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强势美元现在在一个尾段的一个状态。好的，这是简单看一下美元，然后我们再去看现在之前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英伟达。英伟达现在出现一个新的变化，就是这个周线上我们看从10.81。10.81这个上涨的话，这是一个123做一个进入段，然后这里做了一个震荡，做一个中枢，然后再次拉升，对吧？这个结构已经很清晰。然后还出现了一个三买，这个169.55是一个三买，因为这个回落了，没回到中枢里来，就是三买，然后还出现了一个三买转二卖。但是现在这个二卖呀，就是这个价格，我们看一下197.63这是回落够一笔，反弹也够一笔，但是这个回落现在还不够一笔。但是我个人觉得有希望成笔了，下周就有希望。如果说再次跌破171.72，就会成一笔。那么如果说成一笔的话，看它是不是要继续往下走，到154.99，155附近吧。看它是不是到155附近，甚至再往下走的话，就是120天了，那就是到这个位置。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123，其实，那到先看155的话，如果说扛不住，那就去120天，就在这个130附近，就深了，对吧？那其实就是在构成月线的一个大的回调，这就是在做一个月线大回调，这是这个从大周期。那么现在它的 MACD 也是张口张得很大，对吧？这个下坠的这个张口张得很大，然后这个珠子的面积还都在，长度还都在伸长，面积也没见减小。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英伟达这个位置是扛不住，不论是其他不知道什么消息会刺激到这个，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事件刺激到，是要跌破这个169.55的。跌破之后，那就看它去这个155了。155之后，如果说能停住的话，能弹一次，做一个反向中枢，然后再继续跌，还是说是直接跌破这个直接干到这个155这个位置等比例？不是跌破155，直接干到这个120周这里，那就深了，对吧？所以说我个人对这个英伟达的话，是偏空的一个状态。如果说真的出现这种走势的话，你要小心一点，毕竟，但是它的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大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现在最近这个 AI 的春节那个叫什么春节晚会，
就英伟达的这个 GTC 大会上，那个 Jason Huang 也说了很多东西，然后现在他们对这个市场的前景也非常看好，对吧？那么，但是呢，看好他看好，市场并不看好，你发现没有？他出了很多好的消息，但是还是下跌，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就那什么了，就是好消息并没有带来，市场看好的，这就有问题了。所以说，如果说真的往下走的话，你要想买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期看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等待一些大的支撑的时候你再买，对吧？因为子弹是有限的，你这个很早的打出去了，你想买，到了好位置的时候你没有子弹了，那到了好位置没有子弹，然后出现反弹，你这不是干瞪眼吗？来回坐电梯了，相当于。所以说，个人对它是一个偏空的一个状态。到了一些位置之后，看它是不是有一些大的反弹。这是针对这个英伟达。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的，看一下这个 Netflix，这是我们有朋友在频道里面做它，做得非常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那么这个之前这种其实就是基本面被错杀的，对吧？之前从这个116.73一直跌到了75，这就是基本面被错杀。它只是因为收购这个时代华纳，这个公司的时候，然后一直没谈拢，主要就是，甲骨文的老板他们出来截胡来了，呵呵，然后一直谈不拢这个收购的事儿，造成市场对它的这个，呃，股价打压，对吧？从116一直跌到75，这是基本面被错杀的，跟刚才那个出现造假呀、什么什么丑闻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一定要分清楚是基本面是不是出现了本质性的变化，还是说出现了这个砸出一个黄金坑来。这就是一个黄金坑，因为它的基本面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只是因为收购的一个原因造成一个下跌，对吧？这种和刚才那种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出现了一个反转，然后又冲到了这个120天这里，日线上冲到了120天，所以说这个我们当时在分析之前是分析过一次，说不要去追它，你不要去追涨，而是等回落，对吧？当时就说过这个120天就是没冲上去嘛，对吧？在这里出现了顶分型，然后现在出现了一笔回落了。哎，这笔回落刚好也是在0.382附近，也是在0.382附近。然后周五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拉升，那么就看下周先给你一个底分型有没有，或者说这里是尝试过出现一次底分型的，尝试过一次，但是又是因为被其他原因吧，战争也好或者其他消息刺激，然后又跌破了，又被打掉了，变成了一个中继的。所以再看这里能不能够形成一次底分型，还是说给一次反弹，甚至一个强势突破这个前面这个100.19，是不是要出现一个123，对吧？构成周线上一个大的周期，然后再回来做中枢继续上。就这种每次回落你是可以买的，这种有底分型，可以尝试做多，再把你上面减掉的仓位再买回来的，对吧？看它是之后是一个微转，还是说在这里做中枢之后再继续上，这种是可以这样做的，每次回落去买它。所以说，基本面比价关系，现在是我们这个是否要操作一只股票的一个黄金标准。不要去做一个基本面很烂的一个公司的，而是这种被错杀的，反而是你去每次去这个均摊你的这个进场也能够做得很好啊。像这种虽然说它也不是什么 AI，也不是什么芯片，也不是最热门的这些，但是并不影响你赚钱呐，对吧？所以说要有自己的独立一个思考。像这个我们一直说这个 Derek 做的非常好，自己的这个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见解。即使说可能对这个，谁也想不到 SMCI 刚才分析这个出现这种事件，这种是没有办法预估的。但是它之前确实是出现过一个，统计上就是这个财务上出现过问题，对吧？它是有前科的，说白了，这种有前科的我们也最好少碰，因为我们并不了解一些真实的一些内部的一些消息啊。如果说你真有一些内部消息的话，你是那种 insider 倒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并不是啊，我们只是一个小散户。对这些我们没有办法把控的，或者基本面上并不是那么干净的，我们还是离它远一点。好了，这是针对这个，因为这个 Netflix，我们再看，比如说这个特斯拉，特斯拉的话也是最近也是，随着大的环境在走下。那么看一下周线上，它是出现了从214.25之后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调了，现在已经到0.5了，到0.5的位置。
之前也是尝试过几次出现底分型，对吧？这里是尝试过底分型，底分型都被打掉了，现在又是继续下跌。那么继续往下砸的话，首先要出现一个底分型吧，或者说到0.5的这个位置，或者说在0.5和0.018之间能不能够企稳？那再深的话就到去120月均线了。那么120月均线也是，它之前是尝试过跌破它，然后拉回来。如果说再继续往下走的话，对吧？这个 MACD 也是慢慢这个张口慢慢变大，这个张口慢慢变大，柱子还在伸长，这个起码要收平，MACD 要收平之后才能转折向上，对吧？所以说这个底分型是一定要出现的。那么看一下这个回落这一段，从498下来这一段，日线上3笔，日线上出现了一个3笔，但是现在你发现它这个 MACD 就是横在这里一段时间之后，然后继续掉头往下走，但是现在是确实是背驰，前面这里也背驰啊，这里都背驰，都背驰，但是背驰并不代表转折。我们之前说过，背驰了就要涨吗？不是的，你要涨的前提是要有动能，起码小周期要表现出有强势表达来。我一直说，大周期让我们要看这个模型，用模型往里套，它现在在模型里面是处于什么位置？但是是否要转折，你要有动能啊。那动能从哪儿来起呢？就是小周期要首先要起来，也就是说它的5分钟、1分钟要首先表达强势才可以。你去看这个，我们把这个123的3，因为这个3是有背驰的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小周期。那么在它的1小时周期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中枢在这里震，对吧？它所有的这些震荡全没有脱离这个中枢，然后开始走离开，相当于针对这个中枢它还不够饱满呢，现在开始走它的离开了，它甚至可以在下面再做出来一个中枢来，然后再跌一下，才有可能结束这个。所以说，在1小时上都没有出现强势表达，那么在这个离开这段有强势表达吗？这个离开段，我们可以再次降低周期，看一下它的这个小周期上。把这个高量的这段换成1小时上的这段离开段，我们要看一下这段它的小周期上有没有强势表达。现在5分钟上一个下跌反弹了一次，然后再次下1、2、3、4、5，对吧？在15分钟上都没有强势表达，5分钟上有没有强势表达？5分钟上这里有个中枢，又做了一个中枢，然后给了一个3脉又下，对吧？连5分钟上都没有出现。什么叫强势表达？就是说我这样2个中枢了，然后有一个3脉，然后在这里你要么是直接拉爆这个最后这个中枢，或者叫类中枢，然后给一个回撤，出现了一个2、3买重合，然后继续往上走，这就转向了，对吧？要么是可以盘旋上升，要么在这里做中枢，2个中枢都可以，这是强势表达。或者说，哎，这里有一个类中枢，我要上去了，然后给一次回踩，做一个2买，这还不是强势。什么时候强势？这个是强势，3跟1不被持，这是第一段，这是第3段，这是强势表达。然后这个回落我们是敢买的，因为它可以继续往上走，出现5，1、2、3、4、5，5之后可以再回来做中枢，还是敢买，然后继续往上走，对吧？所以们就是强势表达，就是说不能够出现背驰式的这个上涨，或者说连最后一个中枢都没有办法突破，对吧？或者突破了这个又被杀回来了，这个是突破了，然后又回来了，这也不行，还要再等一次这个3，这个3一定要出现强才可以。所以说在小周期上我们要看动能表达，大周期上可以去套用这些这个模型，因为你在小周期上套用是没有用的。小周期上我套用了，哎，这是 A 中枢 B 中枢，然后还有3脉，可以很饱满了呀，这个就可以结束了呀，对吧？但是它可以一直在这里横着也没有问题的。你要是按模型说啊，我在这个2中枢结束带3买的这种情况下，我去买了，它怎么不往上涨呢？你不是说2中枢之后还带3买，这个非常饱满的结构，它怎么不涨呢？你这个系统，你这个交易方法没有用啊，对吧？你会有这种疑惑，你会有这种疑惑。所以说，大周期让我们套用模型，套用这个缠论的这个模型的目的是找方向；小周期我们要看动能变化。想要转折，必须出现多空的动能变化。现在的动能是空头强的动能，你怎么横了好几个中枢，然后它继续往下走，说明空头强。任何的反弹反而是你减仓或者去做空的位置，空头一直在强势状态下。你看它这个 MACD 就知道，即使在5分钟上你去看它的 MACD，都没有出现任何强势表达。你看这里，
尝试到零轴这里，哎，又继续往下走；尝试到零轴这里，又继续往下走。看到没有？每次到零轴这里又继续下来。所以说，连零轴在5分钟上都突破不了的一个图形，它是不可能强势的，对吧？你什么时候强势？你看这里，这里突破零轴，强势过一段，但是呢，慢慢又回来了。所以说，呃，强势之后，我要看它的再次回抽，能不能再次出现不背驰的状态？它一直没出现呢，对吧？这个是出现强势了，但是后来又开始弱了。那个不背驰那段一直没出来，所以你还是不能够去每次回落赶去做多，而是应该每次回落，每次的这个上涨去做空它，不应该买回落，而是应该去每次的反弹做空它，因为它没有出现强势的转换，就是说它没有出现多头从空头转换成多头的状态，在没有出现转换的状态下，你的交易思维就要顺势，就应该顺着原来的势头来做，任何的反弹去做空它，而不是应该去抄底。这个思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比特币，这个特斯拉。然后呢，我们再简单看一下这个苹果。那么苹果的话也是，我们看一下苹果这个出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日线上，日线上踩到200天上了。那么其实它的大结构的话，是从这个169的一个上涨，在周线上一个169上涨，然后一次有效回落，但是这个反弹这一笔一直没出来，就是现在是够底分型，但是反弹不够笔呀。它如果说再次跌破243.24的话，其实就是这一笔的回落，那可能要去0.5了，甚至是这个120天，对吧？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它需要选方向。那么日线的话，哎，是有结构的，288之后下来之后有进入段，然后在这里震，哎，就是这么做了一个中枢，你发现，然后开始离开，但这个离开目前看一下裸 K 是踩到了这个200天了，对吧？是一个好的迹象，但是这个 MACD 还是太深了。这个快慢线的这个张口也没有变小，柱子的面积也没有伸缩，没有那个收缩，所以说现在这段离开呀，现在没有看到这个衰竭的迹象，但是呢是踩到200天上了，踩到200天这里又是有推文，川普的推文，那下周就注意它能不能够给弹一次，弹一次的话回不去的话是一个三脉，然后再次跌，再次去跌破前面的这个243.42，这样的话这个结构就饱满，相对饱满一些了。有进入段，有构成中枢，有三脉，然后有离开，这个时候反而是可以大胆去买一点了。毕竟，虽然说苹果也没出什么特别牛的 GPT 啊，或者说一些 AI 相关的东西，但是你任何的这些想要运行在手机上，你还是要给苹果交税的呀，对吧？毕竟这些它有它的 App Store，还有更多的这个，因为它毕竟你要使用这个苹果手机的话，你是逃脱不了要买苹果手机的。还有现在这个养龙虾那个热，对吧？OpenClaw 这个，那么你好多人都去买苹果的这个 Mini Mac，也会对苹果的这个收入造成了很多这个额外收，相当于一个天上掉馅饼下来了。所以说它虽然没有出很多 AI 相关的 APP，但是它也不影响它的收入。那么基本面没有问题的话，又是一个呃，因为苹果在这个标普指数里面的权重也非常大，它的权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想要拉指数，你这些苹果或者七姐妹的权重都比较大，你这些七姐妹的你不买它们，或者你不拉升这些股票这些公司，那标普也涨不上去啊。毕竟，你买它们基本面又好，然后对标普的这个影响又更大，那这些机构更愿意买这些七姐妹。其实，所以说这是针对苹果，我们简单说一下。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再见。